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为你疗伤？你说你成熟大方，天下无双，轻易放心上，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一水撑不了海洋，一人力量大。只要家人在身旁，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无论大事小事，大家一起扛，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无论伤心开心，大家一起唱。可只有这样，就会有天堂。无论幸福祝福，大家一起想。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无论艰难困难，大家一起担，勇敢去闯，家是快乐的负担。你们看佳琪哦，好像失魂落魄这样嘞。哎呦，忘了告诉他驾车小心点，不然有去没回啊！要死啊！这样说你弟弟？哎，我真的害怕了嘞！刚才我看他从厕所出来，我才吓了一跳啊！怎么？他忘了穿裤子啊？忘了穿裤子还好，是胡子剃了一半而已啊！啊？还好我提醒他，他才剃干净，不然人家以为他神经病啊！他怎么会这么糊涂啊？哎呀，这也难怪了。他为了嘉倩的事情啊，昨天刚从名单倒回来，另外跟鸭喜好像有一点误会。真的？哎呀，说不定他一整晚都没睡好哦。哎呀，那他一大早又要进手术房？如果他割错了，给病人告就惨喽。你不要乱说话啊！哎，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那你看他剃胡子都可以剃一半，刚才又忘了拿早餐，又差一点跌倒。万一进手术室拿错手术刀，哎呀，凯伊娜，哎呦，你这个话真是害人呢！我本来都没有什么的，听你们这样一讲，我的心啊跳得不得了。哎呦，怎么办才好啊？文轩，吃早餐。谢谢。可以把病人推进手术房吗？那你应该告诉你的护士啊。那你不是呢？是你。我学人手托，送早餐给你。我妈。我走啦。雅喜，我是真的。医生，你不是要进手术房的吗？不，你一定要相信我，真的没有做那种事情的。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啊，你应该是去关心你的病人。我真的没有做。文文昨晚已经打来跟我说了。那你也生我气吗？那你现在看我像不像生气的样子？嗯哼。我气你一整晚上都不打电话来。那我也气你啊！我气你这样子不信任我。这么有性格？当然了，文文说啊，女孩子最不欣赏没有性格的男人。文文什么时候变成你的爱情顾问？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小鬼哦，他看法是对的哦。你不觉得最近我比较有魅力吗？去动你的手术了，专心一点，别让你妈担心。那你担心我吗？有什么好担心的？哎，那我真的很失望啊。你知道吗？我们昨天晚上整家人啊都在为嘉倩的事情紧张。你妈告诉我了。那我更惨啊！我除了紧张嘉倩，我还担心你，搞得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今天早上我还要动这个大手术。那手术可不可以延期啊？绝对不行啊！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再不动手术就来不及了。那不如找别个医生吧。不行，我去了解她的病情的。那怎么办呢？我愿你真的那么狠心一点，不担心我。讨厌啊！你在医院打人。不过，哎，我真的很开心啊，在能够进手术房之前见到你。雅喜啊，我真的需要你的，我需要你的支持跟鼓励。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加油，手术一定要成功啊！
绝对。Hello， 嗨，早。子斌，你那么早就出门了？原本还想约你吃早餐呢。好啊，反正我有事跟你说。昨晚的事很抱歉啊，本来想好好的请你吃顿饭，没想到搞出那么多事情来。没关系，那至少令人难忘。那你很大量啊。现在的小孩真是人小鬼大。但是温温跟一般小孩子不一样，他的思想比成人还成人，但实际上呢，他还是个孩子。所以当他顽皮起来，真的会让人家啼笑皆非的。不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家人都很支持他，即使一个小孩也不放过我。看来我好像有点势单力薄，也许我该开始招兵买马，壮大势力。饶了我吧。哎，即使是单枪匹马，我也会坚持到底。今天约你出来是想跟你说，你不是要叫我知难而退吧？坦白说，我以前的确爱过你。我也是。但是你的选择不是我，当时我真的很痛苦。那你就该给我一个机会来弥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再叫我回头，不可能了。我相信我不比罗医生差。即使佳琪没有出现，我也不可能重新接受这段感情的。为什么？我们曾经相爱，而我又决定放弃外国的一切回来找你，你又何必拒绝我呢？那些日子，那段感情都已经过去了。当我决定重新振作时，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再走回头路。子斌，我们还是可以做好朋友啊。但是，不，我要的不是好朋友，我要的是一个好伴侣。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我比罗医生更加珍惜你。佳琪还没回来啊？还没有啊。佳琪从医院打电话来，叫家福啊跟老爸去报警，他们去了警察局了。哎呀，我看了报警也没什么用呢。那佳倩呢，是因为吵架才离家出走的，又不是被绑架。哎，警察也不特别去找她嘛。那总好过在这里干等啊。我看他是发小姐脾气，发完脾气就回来了。要不然他能够投靠谁呢？他又没有朋友，就算有的投靠啊，他那种怪脾气啊，谁受得了他？迟早给人家赶回来啦。毛德啊，今天你的鱼哦，真的很没有水准呢。是吗？我试试看。大小干巴巴的。不是我干巴巴，我炸的都卖完了，你们现在吃的是他炸的。大哥，你的水准还是很差嘞。是啊，天天泡在店里，功夫也没有进步过。哇，你们有东西吃就吃啦，还嫌东嫌西，怎么干巴巴？刚才我也有 try 吗？虽然没有 mother 的好吃，可是也差不多啦哦。哈，差不多，简直差108000里呀。是啊，味道变得很奇怪，一吃起来啊，马上就发现有一点不对劲，是不是？哎呀，你自己看一看，又硬又干的，怎么吃啊？要是给阿公吃了，骂他的臭头才怪。我懒得理他，他这个人呐，除了都骂，一无是处。马德，我看杜马也不行啊，每次都输多赢少的。人呐，生得笨呐，赌马都不会赢的。不好心弄给你们吃哦，还给你们骂到这样，哎呀，真的是好心没好报。其实这个厨房啊，真正能学到的是佳倩，可他跟我好像是仇人一样，我要教他，他都不要。那你还是好好教教大哥，看他会不会突然开窍。我看佳倩那么一走啊，可能都不回来了。哎，回来了，你去了哪里呀？喂，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在找你呀？你也不打个电话回来说一声，我们都急死了，老爸还去报警了。家长们，打个电话给家父，叫他不要报警了。哦，你昨晚到底去了哪里呀？
你不要一声不响啊！我们都为你急死了，回来一句话也不说，连大妈、姑姑也不叫一声。回来就好了，不要再说了。对了，帮我打个电话给佳琪。你应该慰问她发生什么事情嘛。哎，你有没有被非礼啊？非礼个头啊！没有你的事，进去了。哎，你的手怎么会受伤的？是吗？来，我看一看。对，发生什么事了？没事了。没事，怎么会这样啊？好心你开口啦！你昨晚去了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在哪里过夜？到底碰到什么事情啦？我都说没事啦。喂，好了好了，他说没事就没事了。哎，你不是说急着要走吗？快走走走。我真受不了这个人啊！你去接弯弯了，我先走了。哦。我看他真的是有点不对劲啊，脸青唇白的，又受了伤，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问他，他不说有什么办法。待会家父回来，只好叫家父问了。他们两个是同一娘胎出来的，佳倩应该会跟他说吧。或许吧。哎呀，好了，回来了，没事了，我过去了。啊，没有号码，会是谁？喂？你肯定我的电话了？哎，不要这样讲嘞，我现在不接你电话喽。想躲啊？我打了几十次电话你都不听，是不是看到我的号码你就闪？哪里有？3000多块马账而已吗？你怕我跑掉你的咩？3000，连上车加起来是8600。哎，老兄，哪里有这么多？你懂不懂规矩？马上付完就当到借啊喽，利息照算，懂不懂 ？OK 咯 ，OK 咯，算就算啦。那最多过2天，我亲自拿给你喽。我自己找你。哦，我现在在马来西亚嘞。马来西亚哪里啊？瓜拉隆坡咯。看我弄到你呱啦呱啦叫。怎么声音这么近啊？哇！站住！别跑！借我躲一下。龙哥，什么事啊？坏人在追我啊！哎，你有没有看到外面有10几个人啊？没有啊，我只看到一个。刚才有个男人在前面东张西望，他走另外一边了。哦，你只看到一个啊？这样他们肯定是分头在找我啊！哎，他们真的不是好汉嘞，每次一来哦，就是来几10个人呢。我就是好汉哦，我不吃眼前亏吗？所以我才进来躲一躲的。哎，不过哦，如果真的要打哦，他们未必是我的对手嘞。我练了20多年的螳螂拳，哼，平时啊10个对手都难不倒我啊。螳螂拳什么武功来的？你没有看过啊？哎，我耍给你看哦，看啊，像不像螳螂？像。小心啊！我知道你很厉害的。sorry 啦。龙哥，那些人为什么要追你？你跟他们有什么仇？哎呀，江湖上的事你不懂的啦。你是社会党啊？不是啦，哎，我退出江湖已经很多年了嘞。都怪我阿龙咯，在这一带哦还有点名气，所以以前的兄弟动不动就帮我的名字出来咯。所以那些麻烦找上门的哦都不关我的事嘞，想跟他们解释又解释不清楚。哎呀，没办法啦，都是那个什么什么名所累咯。是不是圣名所累？啊，对咯，那个什么什么名哦，真的很麻烦呢。那不是很冤枉？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哎呀，不要谈这些啦。哎，老高他怎么样了哈？他没什么事了，医生跟他说不要乱买药吃，买药一定要跟医生拿。就是咯，这种男人的药怎么可以乱吃的？这个死老高哦，真的是要爽不要命嘞。哎，sorry 啊，你知道我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哎，我没有其他意思，我不会乱来的哈。我知道的。你们这种江湖人又去讲义气的，我才会怕你们乱来。
对咯，朋友妻不可欺吗？要讲义气的嘞。干啥？家福，他来做么？是你啊？啊，买东西呀？对啊，买什么？江一仔，好。买多少5块啊。好。啊，他来这边做么？搞什么鬼？老高呢？他身体不舒服，你找他啊？我是来送戏票给他看的。什么票？后天我们的剧团有个表演，那如果老高不舒服的话，你来看吧。什么戏？我看不懂的啊。上次我跟你说过啦，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嫁给一个刚退伍的军人，很好看的，你过来看吧。不用了，你还是送给别人看吧。来，江鱼仔。哦。5块钱。啊，对。钱呢？来5块钱。谢谢。还有啊，来，这戏票一起给你，保证好看的，你一定要过来看啊。不用了。没关系的，你要过来看啊。家福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他说有事，半途走掉了。我不是叫他回来去跟嘉倩好好谈一谈吗？他说没有什么好谈的哦。真的是给他气死了！哎，你干什么？切洋葱啊。切什么洋葱啊？你女儿回来，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回来就好喽。你能不能好好关心一下她，去跟她好好谈一谈？谈什么？王亮，我真的是给你父子女3个气死啊！妈，爸，我回来了。姐夫，哎，你回来了啊？手术怎么样？妈，你用心良苦，怎么可以不认真呢？你放心好了，手术非常成功。我是怕你心不在焉，苦了病人了。看你的样子啊，跟雅喜没赛啦。没事了。对了，妈，雅喜说要请你吃饭。是你惹人家生气，还好意思让人家请客啊？今天晚上请雅喜过来，你跟她好好吃一顿才真。咋？黄太妈吩咐我怎么敢违抗呢？我待会去打电话给雅喜。啊，嘉倩回来对不对？在后面。他有说些什么东西吗？嘉喜刚才问他，问得差一点发脾气。是啊，我去看看。嘉倩，你没事吧？你伤在哪呢？让我看看。这里是吗？哎呀，只是擦伤而已嘛，你们何必大惊小怪的啊？因为每个人都关心你啊。是吗？你们不用假惺惺了。干嘛那么说呢？难道你要每个人对你不闻不问、毫不关心的吗？是。我的事啊，你们最好少来烦我。你伤口没事，我给你拿点药水，以免它感染。不必了，我是活是死啊，都不关你们的事啊。我进来了。妈妈，你在哪里？钱呢？小心，来，放点药水。会有点痛的，你要忍着点哦。好，来，没事。妈在上楼休息。不用了，今天威廉不是休息吗？有我在啊。我不用回诊所的，我可以留下来帮忙。随便了。好了，那个不用放。好。
喂，我是佳倩。没有啊，我谁都没有说。在忙什么啊，姐夫？哦，接温温的时间还没到，我顺便做一些账。你还赚外快？我拿一些账回来做，顺便帮补一些家用。现在家庭的开销很大，没有办法。大姐的婚纱店生意怎么样？哦，那间婚纱店是他的朋友的，他只是挂一个名，他连薪水都没有拿，只是介绍生意进来，顺便赚一些佣金。还有啊，他在摄影那边也赚一点，化妆那边也赚一点。不过现在不是结婚的旺季，所以生意就淡了一点。他现在还有跑一些保险。对呀，大姐一向都很拼的。她是很拼啊，没办法，丈夫没有用。姐夫，你不要说那种丧气的话，你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很难呢，现在要找一份工作都那么难，更何况是东山再起。对了，佳琪，谢谢你啊，帮我跟酒店拿了30%的折扣。拿的话呢？但是姐夫啊，你爸爸妈妈的事情解决了没有？你不可以老是让他们住在酒店的。已经解决了，明天早我就会带他们去我大哥那边住。哎，对了，佳琪，请你把酒店的账单给我。你方便吗？哦，你放心吧，这笔费用是应该由我们几个兄弟来共同负担的。不好意思啊，要你先垫上。不会，那好，我拿给你，你慢慢来啊。好好。亲爱的，请跟着我吧，让我带你到天涯海角。也许我不能够给你3餐温饱，但是我却能够带给你江鱼仔。对呀，你买江鱼仔做什么？你发神经啊！哎，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人家老公住医院啊，你就去逮个人家。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那是西门庆才会这样做，你不要损坏我名誉啊！你找人家看戏，不是想逮个人家是什么？啊，我想送戏票给他们看啊，那老高又不在，我只好送给他老婆啊。开玩笑，你明知道那老高不会看你那些什么戏的吗？你明明是要逮个人家。老大，什么年代？你可以 update 一点嘛？你以为你现在演那个《金瓶梅》，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呐？哎呀，不跟你讲这么多，我要彩排了。你还走？你跟我讲清楚，讲清楚！我都说送戏票哦，哎呦，送戏票，你当我是白痴？还不讲？还不老实讲？讲啊！我是很好奇呀，为什么老高娶得到那个阿娇呢？这简直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那又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觉得这事有蹊跷吗？我看你蹊跷才对呀！啊，你看呐，如果不是别有内情的话，为什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孩会嫁给一个50多岁的糟老头呢？就因为这样，我可以断定阿娇是被逼嫁给老高的，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跟责任去把她救出来。这关你什么屁事？人家是光明正大娶回来的吗？老大，我觉得你很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我只是送戏票给他们而已，你干嘛这么大的反应？那如果告诉你说我喜欢阿娇的话，你又怎么样？你说什么？说什么？我说我喜欢阿娇，想追求她，你怎么样？王八蛋！喂，你看，我跟你讲以后你就想打人，对不对？你看你是不是不正常啊？你是不是喜欢阿娇？你还讲？你干嘛这么生气啊？朋友妻不可欺吗？老高又不是我朋友，不是朋友的妻也不能欺吗？你老大，你头脑清醒一点可不可以啊？如果阿娇真的爱老高的话，我怎么勾引她，她都不会心动的。可是阿娇如果真的不喜欢老高，而且不爱他的话，我就有义务把他救出来，你懂我意思吗？说什么话？哇！少年时5、20时，不行夺得胡马蹄，射杀山中白鹅湖。
Wake up！ 妈咪，读这些唐诗干什么？很 boring 的嘞。什么 boring？ 以前的人啊，3岁就会念唐诗300首啊。那一定是骗人的。你跟我认真点行吗？妈咪，我一想起啊，自己读的是没有用的东西，我就提不起劲来。什么没有用？如果没有用的东西啊，会流传几千年呐。不奇怪啊，有你这样的妈妈。你很会顶嘴哈。民主社会有言论自由啊。那好，我要你听听我的言论。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你念唐诗吗？不知道。现在的中国呢，经济开始起飞，大家啊都要争着进入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啊有10多亿人口，只要赚他们每个人1块钱呢，那就有10多亿了。那你想想，如果赚每个人10块钱的话，那些钱啊是不是淹死你？哇，好庞大的市场！是啊，10年后等你进入社会，这是中国的世界。中国实在大得不得了，我们这小小的400万人口啊，根本比不上人家的1根手指头。到时候啊，连美国人都看中国人的脸色，更何况是我们。妈咪，这跟唐诗有什么关系？你看那些中国的大人物，个个出口成章，动不动啊就唐诗宋词。啊，像邓小平啊，他就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妈咪，那又不是唐诗。哎呀，差不多啦。以后啊，你要跟那些中国人打交道，就得懂得他那一套，这样你跟他们啊才有共同的话题，他们才不会看不起你吗？可是啊，新加坡人懂得什么唐诗宋词，念来念去啊都是床前明月光，慈母手中线。到时候啊，如果人家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就少年15，20时，不行夺得胡马骑。如果人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你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到时候人家还不对你另眼相看，给你多点机会。其实现在新加坡的小孩子啊，华文都是半桶水，所以我要你的英文呢，可以跟英国人比，华文呢有中国人的水准。等你掌握好2种语言之后呢，我们再来学一学马来文，那时候啊，你就算得上是真正的精英了。啊，妈咪，你不是要我将来做总理吧？Oh my god！ 好啦好啦，继续跟我念下去啊。少年15，20时，不行夺得胡马骑。喂，嘉琪啊，学子在不在？不在啊。大嫂啊，什么事啊？学子有没有搞错？2个老人家怎么可能吃那么多东西？你说爸爸妈妈他们吃东西关学子什么事情啊？嘉琪，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阿爸阿妈哪有在我们家？那他们在哪里啊？他们可珍贵喽。学子啊，把他们安置在酒店里。酒店？糟糕了！我看到那些酒店账单了，太离谱了，每天吃几10块，而且啊，连太阳眼镜的账单都在里面。太阳眼镜？我马上过来。气死人了！一生转战3千里。喂，你继续念下去啊，我换件衣服出去一下。一剑曾当100万师。死了，爹地就快要中箭了。Keep your head down. Swing up.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Swing across.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Okay? Okay, let's see you try. Good. Good. Keep practicing on this, okay? Okay, Patrick. Your turn. Okay, stand close. Lift it up just like your sister, and straight through. Okay? Where's the ball? Still on the tee. So stupid. Okay, Patrick, try it again. Sorry. Let's take a 5-minute break. Okay. Stupid 啦 ，hit 得过去你就牙牙。You fat bastard! Low class idiot! 通常只是背后好看，等他一转头啊，肯定是，咦。Sexy lover.
Thank you. Thank you. 啊！你看什么？看到发呆？我看他们打球啊。哎呀，球有什么好看？你不如看看我啊。你去带你的 hair 了。没有啦，哪里有？你再看清楚一点，我这样有什么不同？那就是 rebonding 啊。Dear， 人家哪里有 dye hair 跟 rebonding？ 我的头发一点都没有改变到啊，人家是做了脸部毛细血管护理。你看我的脸颊是不是红润多了？难怪，我还以为你化了妆呢。没有，这是自然红的，我没有化妆嘞。这是最新的结合了中西美容法，哎，效果很好的，而且价钱很合理，整个 cost 才1万多块啊。OK 啦，只要有效果就值得的啊。很美啊。哇，好臭啊，好臭啊！现在打球你干嘛放屁 ？Why you kick me？ 你白色 rabbit 啊，要发放屁吗 ？How to control？ 你有白色我 face me is it？Enough， 我不打了。喂，女儿，时间都还没到，干嘛不打啊？我不要跟他同一个时间学，笨到要死，在他旁边啊都丢脸啊！你们俩姐姐就是这个样子。喂，如果你们两个不打的话，就便宜那个教练，你知道吗？他是新加坡最贵的 coach 啊，不打。哎 ，Where's the coach？ 休息5分钟啦。啊？他有没有搞错？哼，他趁妈咪不在，他去偷懒。好，妈咪要扣他的钱。他没有跟你拿医药费啊，就已经要偷笑了，你还要扣他的钱。医药费？干什么 ？What happened？ Patrick 啦，打到他 private part。My God！ 喂，你钥匙啊，叫你学打球，你去打人家的 private part。我都不知道我打到他。那你打什么球啊？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啊，很 disgraceful 的。妈咪，他一直骂我，一直骂我，我做什么他都要骂。因为你很讨厌吗？够了够了，这里是 golf club high class 的地方啊！你们2个人学 golf 骂来骂去，保持一点形象好不好？就是说嘛，两姐弟吵什么吵？姐姐让弟弟，弟弟听姐姐的，不是天下太平喽？啊？就是咯，你看我跟你爹地从来都没有吵架过的，你们2个就不能够拿我们来做榜样吗？知道了啦。那别再吵了，弟啊，我去洗手间。哎，表演一次给妈咪看，看你练得像台歌一样好吗？哈？如果不是这样好啊，妈咪把那个 coach 炒掉。来，谢谢你啊。不客气。先生，拜拜。真是的，在这么漂亮小姐面前出丑，什么形象都没了。哎，不打了。那个教练说要去看医生。这么严重啊？你呀，肯定打得太出力是吗？我不知道。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啦。我想他是想少教半个小时。这样就早点吃晚餐吧。好啊好啊！听到吃就这么兴奋，你是猪啊？关你屁事 ！OK， 那刚刚骂完你们，你们又来了。妈咪刚刚做脸部毛细血管护理，不要气到妈咪出血好不好？你啊，我们去哪里吃？去 club 吃吧。哇，不要啦，很咸的嘞。
什么叫很险啊？你就要考 oral 还跟我险不险 ？Speak proper Chinese。妈咪，不能讲 oral， 要讲口试。OK， 口试就口试。那我们要到哪里吃呢？不去 club， 那就去酒店吃好吗？好啊，去酒店吃buffet。buffet是自助餐。哦，自助餐。妖怪，这么肥了还要吃自助餐？喂，讲正确华语好不好？现在又不是 oral。你真的要吃到妈咪出血是吗？哎，不如我们去吃5星级的鸡饭。我一定要吃鸡腿。喂，上个礼拜不是去过了吗？那就吃正宗的日本餐厅铁板鸭给。铁板鸭给就是铁板烧啊。耶，铁板上有龙虾，还有 scallop。妈咪 ，scallop 华语是什么啊？scallop， 对啊 ，scallop 的华语是什么啊？扇贝，也可以叫做带子。哇 ，Daddy 你好厉害哦！哦耶 ，man！ 哎，走了。妈咪不要啦，我们前天才吃过日本餐呢。是哦，要不然吃德国餐？好啊，我喜欢吃猪手。咦，一想到就要吐了，不要整天去这种地方嘞，很险的嘞。你又来了，什么叫很险？对，很险怎么说？对啊，很险中文怎么说？累啊，也可以说厌倦。听到没有？累或者是厌倦？有啦，听到了，听到很厌倦了啦。啊，你一定是最厉害的哈。哎，我有一个好建议，我带你们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哪里？快说！小贩中心。咦，不好去小贩中心，我会很厌倦，很累。哦，我不会很厌倦，也不会很累啊，我同意去小贩中心。不要，我不要去，小贩中心没有 aircon。没有 aircon 你会死咩？你到底是不是新加坡人？Hawker Center都没有去过。那有什么奇怪？我有很多同学都没有搭过巴士，也没有坐过 MRT。别说是你的同学啊，你爹地我也从来没有坐过巴士，搭过 MRT 的。是啊，有钱人是不坐巴士也不去小贩中心的。你这么压呀 ，PSLE 中文出小贩中心所见，巴士车上我看你怎么写。OK， 你说的对。你们两个连小贩中心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万一作文真的出这题，我看你先完蛋了。OK， 妈咪做决定，我们今天就到巴萨小贩中心吃。OK？ 不要，我不要去。啊 ，Patrick， 你乖，这样吧。我们去小贩中心，假如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再去酒店吃，好吧？不要，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咦，妈咪，好臭哦 ，so smelly。哎呀 ，Where got smelly？ 你心理作用啊！你看这边的摊位全部都关了，哪里有味道啊？有啊，你看，啊，好臭啊！臭你的头来，吃饱就放屁，连屁才臭啊！不，嘿，拉娜，你这样说你弟弟啊？你弟弟从小对味道特别敏感的，说不定我们闻不到的，他闻不到呢。姐啊，我出了一个馊主意，不然我们去一个有 aircon 的饭店吃好吗？不要再宠他们两个了，他们两个长得这么大，连巴萨跟小贩中心都没有见识过，让他们来嘛。更何况讲难听一点，有一天你破产的话，我们哪有 club restaurant 跟 aircon 的地方去？我又没有做生意，怎么会破产呢？哎呀，那我们也不可能照顾他们一辈子的嘛。这还不简单，最多以后把2间店屋留给他们咯。好，你真的以为你那2间店屋可以吃几代啊？哎，1个月的租金就5万块，吃几代有什么稀奇啊？你别说了，这里真有一点怪味啊。You see, Daddy also say. OK， 我们吃完了马上就走了 ，OK？ 人家总理也要来小贩中心还有巴萨做访问的，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小皇帝啊？哈？妈咪，以后如果我当总理，才不要来这种地方。如果你当总理啊，新加坡就完蛋嘞！啊，有蟑螂！怎么了？哎呀，蟑螂有什么可怕啊？在哪？哈哈，看来会来呀！啊！哎，怎么了？没事吧？哎呦，你个混蛋啊！乱丢香蕉皮真的是没有公德心啊！活该啊！那以后就不会放屁了。闪呀，等你闪。好，我们不要在这里吃了，我们去有 aircon 的地方吃，去hotel吃。妈咪，为什么你要这么迁就他？拉娜。哎呀，拉娜你乖，妈咪已经很久没有来这种地方吃东西，也真的有点不习惯。你看这里又热又没有冷气，真的有点不卫生啦。那你乖，妈咪带你去 restaurant 有 air 地方。走吧。啊。我屁股痛，我走不到。来吧，来你背你好不好？好啊。喂，哎呀，人真的是享受惯了，不能够吃苦啊。所以我说啊，我们只能够不断的 upgrade， 不可以 downgrade， 要不然我们会死得很惨啊。你们两个最好求神拜佛，希望我们这家人永远能够过这种好日子。站出来。哎，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要打他呢？你不要管，我等一下再跟你算账。把手伸出来。妈咪，能不能换另外一只手啊？不行，伸出来。小年纪啊，诡计多端，将来长大还不杀人放火？哎，好了，不要再打他了。你看他的手已经又红又肿了，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惹你那么生气呢？你说。我犯了错，我自作聪明，我偷偷打电话给二舅，叫二舅帮阿公阿婆带阿公阿婆去酒店，这都是我出的馊主意。我瞒了你，也瞒了妈咪。你还撒谎？啊？你以为你真的是天才神通广大，搞那么多事情啊？你还敢撒谎？我看你……好。是真的。你脸皮有啥？好啊，在你。你打够了没有啊？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小事，是吗？原来在你们心目中，这都是件小事，所以你们当我死的。Daddy， 你不要说了，这是我的错，我愿意被妈咪惩罚。不，这个是 Daddy 搞出来的，不关你的事。是我出的馊主意嘛？是我说要找二舅帮帮我们，这不关你的事了。这是我的错，我愿意被妈咪惩罚。你最乖，Daddy知道你是最乖的。乖？你说他乖？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你呀，越来越大胆啊！那天雅喜约朋友去吃饭，你竟然跑去捣蛋，账没账我还没有跟你算。温温就是因为很关心他的舅舅，他才会这样做嘛，就好像他很关心阿公阿婆这样，他有什么错呢？温温小小的年纪就懂得孝顺长辈，知道亲情的可贵，我觉得温温做得对，他做得很好。哦，你现在总算知道了，啊？不孝顺的是谁？不顾念亲情的是谁啊？哈！你爸爸妈妈的那笔账啊，现在啊，你那些哥哥弟弟嫂嫂根本不认。你大嫂还说我们要故意敲诈他们。这件事情我会跟他们解决的。解决？你怎么解决啊？你根本就是个窝囊废。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可以搞到人仰马翻，你怎么解决？你滚开一点啊！总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温温，走，我们进房去。来。谁说你可以走的？我刚才讲打你20下，只打了你16下啊！哎，不要打了！你放手啊！你放手！你放手！放手！啊！爹地，你连我都打了，现在孩子你都不放过，你会不会太狠了一点呢？把它还给我！哎，还给我！温温，快进房去！不要！快进房去！你放手啊！你不放手的话，我可以更狠心的啊！不要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爹地，你放手！终于等到结束，爱退回原处，该愤怒还是该认输？爱得那么投入，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无奈的退出，相隔两处，心变得孤独。你总说，若是有缘，一定会再相遇，只是这种祝福太过残酷。能不能让爱来做主，说服所有分离痛楚？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够相
相处。失去你不只是少了一些祝福，其实更是少了种生活。